人的衣物刚刚褪下，老妇人顿时目瞪口呆，她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古怪的衣裳。It's a brassiere. It's from France. 尽管知道了名字，他依然困惑不已。这几片单薄的布料究竟能有什么用处？虽然满心疑惑，但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领主大人很快就要召见克莱尔，为了表示郑重，他必须为克莱尔换上庄重得体的礼服。这个时代的服饰极其复杂，穿衣服的繁琐步骤彻底颠覆了克莱尔的认知，但最终的装扮效果却令他惊艳。克莱尔清丽的面容与典雅的古装相映生辉，真是美得让人窒息。随后在仆从的引路下，克莱尔步入了领主的房间，他正悄悄打量书房古朴的陈设时，桌上的一份文件突然抓住了他的目光。看清上面的日期那刻，克莱尔终于醒悟，自己竟从1945年穿越回了1743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腿型微弯的男人走了进来，他正是城堡的领主卡伦，来自势力庞大的麦肯齐家族。克莱尔原以为对方会威严十足，没想到领主却格外亲切温和。寒暄之后，领主便开始委婉试探，像她这般美丽的女子，为何只穿着睡衣在林中独自徘徊？如果告诉对方自己穿越而来，领主肯定不会相信，况且这个秘密她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克莱尔忽然想起丈夫曾经的话，对于不熟悉的人，一定不要把自己的底细说出来。于是她谎称自己来自牛津郡，丈夫已经过世，本打算投靠法国的远亲，却在半路遭遇强盗，所有行李钱财都被抢走，她孤身一人逃出魔爪，所以才会在林中流浪。可刚逃离险境，又遭遇不幸，暴徒黑杰克突然袭击了他，险些将他凌辱。幸亏领主弟弟杜格尔的手下及时出现，不然后果不堪想象。克莱尔未曾想到，这番编造的谎言竟为日后埋下了祸根。但领主并没有轻易相信，凡与黑杰克有关的人，他们都会谨慎对待。此刻，克莱尔一心只想回到巨石阵，设法重返自己的时代。他恳请领主派人送他回到那座山。这个小小的要求，领主十分爽快地答应，但必须等到5天之后，他们才会有人前往那个方向。所以，克莱尔还需在此暂住几天。他的内心这才稍稍安定，却不知这一切只是领主的缓兵之计。夜晚的宴会上，克莱尔也被邀请出席，这实则是一场鸿门宴。领主再度问起他的来历，还不断借美酒降低他的戒心，一连串的试探接连不断。克莱尔应对的左支右绌，尽管每一个问题他都勉强做出了回应，但身为这里的统治者，领主怎会看不出他在撒谎？克莱尔自己也意识到谎言漏洞百出，于是提前告辞离席。直到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领主表面放松了警惕，实则仍在暗中打探他的秘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必须步步为营，谨慎行事，否则可能无法活着离开此地。为了能顺利穿越回去，他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自保，而最好的人选就是他曾救治过的杰米。他带上食物与绷带，主动来到杰米工作的马厩。交谈中，克莱尔得知杰米竟是被英格兰通缉的逃犯，让他不得不常年东躲西藏。原来领主卡伦与弟弟杜格尔是杰米的舅舅，在他们的庇护下，杰米改名换姓，在此安顿。而他是逃犯这件事，领地中几乎无人知晓。如今他却愿意告诉克莱尔，足见他对他的信任，或许也暗藏一份朦胧的好感。杰米的坦诚相待，让克莱尔内心安稳了几分，终于在这陌生的时空中找到一丝依靠。可就在他离开马厩时，竟发现有人正明目张胆地监视他。克莱尔怒不可遏，质问对方受谁指使，那人却毫不避讳地回答是领主的弟弟杜格尔。克莱尔难以置信，明明他很快就要离开，为何还要如此无理对待？他直接找到杜格尔对峙。原来他们一直怀疑克莱尔是英格兰派来的间谍，因此才派人紧盯他的一举一动。听到这样的污蔑，克莱尔怒火中烧，他冷嘲着说，反正4天后就会离开，让杜格尔尽管监视。却不知这句话竟将自己推向深渊。克莱尔也清楚自己的处境越发凶险，绝不能再出半分差错，否则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他决定接下来的几天做些日常琐事，让自己保持忙碌，避免出错，同时也让监视者放松警惕。他主动帮厨房的菲茨太太去后山采蘑菇。Those kind are poison? 他在这里偶遇了神秘的盖丽丝。 Thanks for the warning, though, but I do know those mushrooms are poisonous. Who's it you're planning to do away with? Your husband, perhaps? Tell me if it works and I'll try it on mine. 对方眼神带笑，气质难测，主动与克莱尔攀谈，自称常调制各种药水和药剂，被村里的人叫做女巫。他热情邀请克莱尔去参观他的杰作，打赌他一定会感兴趣。临别前，还约克莱尔晚上在大厅再见。经过连日的观察，克莱尔诊断出卡伦罹患图卢兹洛特雷克综合症，这是一种骨骼与结缔组织不断恶化的疾病。表面风光的领主，实则日夜深受病痛折磨。克莱尔逐渐适应此地生活，但人们所说的方言他始终听不懂。幸好有盖丽丝从旁翻译，但他主动接近克莱尔，
其实也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终于熬到了第6天，克莱尔满心欢喜，准备乘马车离开，期盼回到巨石阵，重返现代。谁知杜格尔突然现身阻拦，称领主卡伦要见他。克莱尔心中顿时涌起不祥的预感。正如他所料，卡伦突然变卦，声称此地医师刚刚过世，正好缺一个医生，强行要求他留下。克莱尔如遭雷击，此刻他才想通，这必定是杜格尔的阴谋。卡伦直言怀疑克莱尔藏有秘密，在间谍嫌疑洗清前，他必须留在此地，这无异于将克莱尔彻底囚禁，克莱尔穿越回去的希望彻底粉碎。当房门被重重关上的那一刻，克莱尔双腿发软，悲痛难抑，他该如何面对往后的岁月，又成了一道无解难题。